这1万两你拿着，本宫困得实在撑不住了，没心思背午膳了。拿着这点钱，自己想吃什么就去宫外买着吃。啊，御膳房还能点菜吗？我还以为只能吃他们做什么就吃什么呢。本宫的意思是，你出宫去吃。宫外有什么意思啊？一回到离王府，一脑门子的官司等着我。别的没有，就是外债多。看着那些欠条我就头疼。不就是那点外债吗？还了不就行了？那可不行。第一，娘娘您的金子还没到位呢，我现在手头没钱。第二，就算我有钱，那也是我婚后凭自己本事赚的，凭什么给男人还婚前的贱债啊？说不好听的，以前我都不认识他，凭什么替他擦屁股？娘娘您说，要是皇上以前欠了别人一屁股债，您会替他还吗？那不成傻子了吗？不还，这不就对了？我也不想当傻子，所以啊，我打算在娘娘这儿多躲几天，等七殿下把钱还完了，我再回去。你还要躲几天？躲到七殿下把外债都还清。那还有个头吗？行了，你回去吧。叶家那笔钱不用还了，本宫替你求情，让他们把欠条消了。那可不行，说不还就不还，不是我的风格。怎么着也得走个流程吧？什么流程？不如让叶家把银子先送来给我，我再把银子还给他们，然后把欠条换过来，这样才算我亲手还了债，对外也好听。哎，算了，要是太麻烦的话就算了，就让七殿下慢慢还吧。我就在兰台宫住着，正好每天给娘娘讲故事，多好啊！不要，本宫这就去叫叶家人进宫。你还怀着身子呢，跑这一趟干什么？让下人跑一趟不就行了？听说是斑斑在这儿，我就亲自过来了。上次在叶府跟斑斑一见如故，这2天我天天喝她的花果茶，真的太好喝了。斑斑，你快看，我这皮肤是不是好多了？那当然了，我这花果茶可是独家秘方。斑斑，这是欠条和银票，你把银票再还给我，欠条你收着，这事儿就算了了。谢叶小夫人。啊，斑斑，银票你怎么给德全公公了？你得还给我啊！不是说走个流程吗？斑斑，把银票还给小夫人。可是当初叶府根本就没借给离王府银子啊，这欠条是账房先生偷偷打的空饷，做不得数的。胡闹！这话是谁跟你说的？是我父亲跟我说的。贵妃娘娘您别生气，就算生气也别生我的气，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啊。那天我父亲去离王府找我要债，我说离王府没钱，就算有钱也得先还叶府的，毕竟咱们是自己人。结果我父亲说他急着用钱，家里大夫人因为我赢了跃迁舞的事儿，非逼着他把当年借给离王府的银子追回来。他还跟我说，叶府当初根本就没出1分钱，这欠条是账房先生偷偷给叶府打的，让我随便应付一下就行了。岳景荣这个老匹夫，居然敢耍我！就算是空饷，那我把欠条还给你就行了，你也得把银票还给我啊。这话说的，你都拿来了，我怎么好意思再还给你？那不是打你的脸吗？你说是吧？是吧，娘娘，是吗？是什么事？谁给你的问谁去？那不就是我给的吗？那以后我买你的花果茶，能不能永久给我打8折啊？行吧，看在你这么有眼光的份上，满足你。太好了，斑斑你真好，以后你就是我最好的朋友。赶紧走，都给本宫走！母妃，儿臣听说斑斑在您这儿，特意过来看看。姑姑，麻烦你叫个人去离王府一趟，帮我多取几套衣裳过来。我看这情况，可能要在宫里住一阵子。贵妃娘娘管吃管住就够好了，我可不能再让娘娘破费给我准备衣裳。七嫂，你要在宫里住下呀？还住在兰台宫？这可真是太好了！你要是住这儿，我天天都进宫来看你。这到底是谁的儿子？他住这儿，你高兴个什么劲儿？原来是七殿下的弟弟呀，果然一表人才，跟你哥哥长得真像。弟弟快坐，今日能见到你，我也很高兴。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总该给我儿子个见面礼吧？这是我一点心意，不成敬意。
望嫂嫂收下。这就单纯是一本书？对啊，这是我新写的话本，本来想拿给母妃看的，正好七嫂在这儿，就让七嫂先检验检验。那天七嫂技惊四状，我可佩服了。七嫂，你快看看，我这次写的是江湖侠客的故事，可精彩了。你看完跟我说说心得，哪里写的不好，我再改改。我怎么生了这么个缺心眼儿的东西？哎呀，我突然想起来还有急事，先走了，下次再看你的书。哎，七嫂你别走啊！追什么追？你给我站住！哎呦！叶贵妃这个儿子脑子是不是不太好使？哪有人送见面礼只送一本书的？连个银票都不加，抠死了！老奴也不清楚，就听说八皇子酷爱文学，整天就知道写写画画。八皇子确实没什么出息，可叶家偏偏就喜欢他，就算他是块烂泥，也硬要把他扶上墙。相比之下，贵妃娘娘生的三皇子就没那么得宠了，可能是老儿子受宠吧。王妃，这是三殿下江北慈，给三殿下请安。三殿下，你就是老七那个王妃？嗯。哼，听闻你巧舌如簧，最会投机取巧、坑蒙拐骗。本王还想着哪天去离王府会会你，没想到今日在宫里碰上了。没想到三殿下对我这么了解啊！咱们俩之前见都没见过，你就已经知道我巧舌如簧，会投机取巧了。可惜啊，我对三殿下却是一无所知。关于三殿下的事，我是一句也没听说过。三殿下，您这知名度不太行啊！你说什么？我说你知名度不太行，吵什么呀？自己没名气还不让人说了？我有名气，那是我自己努力挣来的。你堂堂一个皇子，混成个小透明，还好意思跟我嚷嚷？我刚才还见着八殿下了，真是不比不知道，一比吓一跳。都是同一个娘生的，人家八殿下怎么就那么吃得开呢？人家自己写书收获了一大堆读者，人人都夸他才高八斗，我怎么就没听到有人夸三殿下你呢？就连贵妃娘娘张口闭口提到的也都是八皇子，你糟不糟心啊？怎么样？被我说中了是不是？就是从小缺爱才养成你这种暴女的性格。你得不到宠爱，自己就没反省过吗？还掐我是你弟妹啊！男女授受不亲，你懂不懂？你摸我脖子干什么？你不但脾气不好，人品还不端正。我的姑奶奶，你别骂了，少说两句吧。三殿下息怒，王妃她喝多了，胡说八道呢。你找死！救命啊！三殿下要杀人了！贵妃娘娘对你不好，你去找贵妃娘娘评理啊！你吃八殿下的醋，去找八殿下讨说法！你不能因为在我这儿看见八殿下写的书，就要把我掐死！你不能一度生恨啊！救命啊！你给我住口！王妃啊，你可吓死老奴了！你怎么这么倒霉啊？三殿下几弟八殿下得宠，这事儿怎么就把您给挂上了呀？八殿下非得给您送什么见面礼，你好心好意收了这本书，没想到差点害死自己啊！三殿下你怎么能这样呢？她可是您的弟妹啊！我家七殿下好好在府里躺着，已经够可怜了，好不容易娶个王妃，您居然还要掐死她！您不给弟妹见面礼也就罢了，但您也不能把心里的火气见着谁就往谁身上撒呀！我家王妃好惨啊！唉，谁也没成想出了这样的事。我们刚走到这儿就遇着了三殿下，三殿下也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看不上黎王妃，才说了几句话，直接就动了手，往死了掐黎王妃的脖子。其实黎王妃只是手里拿了一本书，是八殿下刚送的书。对，黎王妃才从兰台宫出来，八殿下也去兰台宫了，但也不能因为这个就让黎王妃受这无妄之灾啊！你笑什么？快，你们快去兰台宫再报个信儿，三
殿下想杀我，就因为我说贵妃娘娘比较疼爱八孩子。你们帮忙，告诉八殿下快跑，完了可能就没命了。你干什么？放手！我不放，八殿下是个好人，我不能让你杀了他。我知道你妒忌他，但你们是亲兄弟啊！你把他杀了，贵妃娘娘是不会原谅你的。三哥，你想杀我？墨儿，你先走。本宫倒是要看看他敢不敢动你。那二臣就先出宫了。你还有没有人性啊？他是你亲弟弟，你居然还伸脚绊他！孽障！你真是个孽障！有本事你把本宫也杀了，省得你碍眼。母妃，我没事，真的是我自己不小心摔倒的，不关三哥的事。你不用替他说话，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还在替他着想。可他这个当哥哥的呢，他都做了些什么？你先走，他要是再敢动你一根手指头，本宫今日就砍了这个孽窝！你说的对，本王是恨死了他们，但是本王不能动他们，因为那样父皇不会放过我。哦，你不动他们，仅仅是因为父皇不会放过你吗？对，仅仅是因为这个，本王对他们没有一丝亲情可言。抱歉，弟妹，刚才是本王失态了，本王会补偿你的。快拦住他，千万不能让他去伤害八殿下！王妃，咱们赶紧走吧，这里太乱了。斑斑，今日让你受惊了，对不住你，你快去追上墨儿，让他送送你。回头本宫一定备一份押金礼，送到离王府去。七嫂，我刚才摔的那一下，是你用针扎我，对不对？没有。可是我都看见了，我感觉到了，就是你扎的我。哦，你为什么扎我？为什么要陷害我三哥？你瞎吗？看不到我差点被他掐死？有仇我为什么不报？我这个人有个美好的品德，从来不记仇，一般有仇我当场就报了。那你也不能拿我扯谎啊！要不然呢？那人是你亲哥，你真觉得自己在这件事里一点责任都没有吗？我之所以被掐，不就是因为提了一句你也在兰台宫吗？归根遍底，这是你们兄弟俩的恩怨，却让我受了这场无妄之灾。这笔账怎么算？好像是这么回事。对不起啊，七嫂，是我连累你了。知道错了就好，那就想办法补偿我吧。啊？怎么补偿？对了，七嫂，我今日进宫的时候碰到小舅母了，她说你坑了叶府100万两银票，真的假的？你又卖给她什么好东西了？什么叫坑？那是叶府本来就该给我的，你小舅母又不傻，要是不该给，她能让我把银票拿走吗？何况还有你母妃在呢，你母妃够不够精明，你还不知道？也是，母妃确实挺精明的。那我该怎么补偿你啊？我也没什么钱。要不这样吧，你陪我去办件事儿，这事儿就算了了。好，别说1件，10件都行。八殿下呀，八殿下，你还是太年轻了。他让你办的事儿，能是什么好事吗？王妃，咱们来这儿干什么？买东西吗？是要买东西，但不是给我自己买，是给岳家买。给岳家买？为什么要给岳家买东西？谁让你买的？没人让我买，是我自己想买。那毕竟是我的娘家，岳府里住着我的祖母和父亲，他们都是我的至亲。就算我跟岳千武那个绿茶不对付，也不能对长辈不好啊。七嫂说的对，亲人长辈还是要孝敬的。那王妃打算怎么孝敬啊？当然是买些补品了。我父亲最近脑子不好，总是忘事儿，得好好补补。还有我祖母上了年纪了，更需要进补。啊，安远侯病了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唉，其实也不算什么大病，就是记性差，动不动就忘事儿。这样啊，那确实得好好补补。就去对面那家最大的药铺看看，买些名贵补品吧。什么千年人参、万年灵芝、百年何首乌之类的，
这些都在补品范围内，一样来10斤就行。10斤？那得多少钱啊？而且宫里都没听说有万年的灵芝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怎么没有？不信你回去问问贵妃娘娘，你就说听我说的，这世上有万年的灵芝，你看贵妃娘娘怎么说？啊，这事儿怎么还扯上我母妃了？王妃，您到底怎么想的？总不能才从兰台宫坑了那么多银子，转手就送到乐府去吧？平时也没看出来，您和安远侯还有这种父慈女孝的戏码。那今日就给你开开眼，曾经离王府给七殿下买了什么，今儿我就照着原样，给我爹和祖母一人整一份儿，不能只让七殿下一个人享受。我爹可是安远侯，必须一起享受。那谁出钱啊？这个嘛，我觉得是这样的。一般来说，家中长辈都特别疼爱小辈，盼着小辈懂事听话。要是小辈给长辈买了东西，长辈肯定开开心心收下，但最后银子还是会给小辈报销的。王妃，一般来说这个词儿用在你们岳家管用吗？怎么不管用？我爹也是爹，我也是他和我娘生出来的，我们之间的父女情分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？德全，你是不是挑拨离间？是不是见不得我跟我爹父慈女孝？啊，不敢不敢，您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千年人参10斤，万年灵芝10斤，最好的鹿茸10斤，最贵的虫草10斤。夫人，您这是跟我们开玩笑呢吧？掌柜的，掌柜的，来大客户了！几位贵客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不知夫人和公子怎么称呼？这位是八殿下。草民参见八殿下。免礼免礼。殿下，您刚才单子上列的那些东西是您要买的吗？没错，是本王要买。殿下，不是草女不卖，实在是没有啊。这世道有没有1万年都不好说，哪儿来的万年灵芝啊？千年的老参倒是有，但都在太医院供着呢，外头想买根本碰不到。七嫂，要不咱们去太医院问问？做生意嘛，要学会变通。人参又不会说话，你把100年的说成1000年的，难不成他还能自己跳出来检举你？同样，100年的灵芝，你说它长了1万年，他也不能把自己揭发了。夫人的意思是造假？可是不像啊，100年的人参跟1000年的，从须子就能看出来，差太多了。那20岁的人还有长得跟小孩一样高的呢，怎么说？再者说了，短小才够精悍，浓缩的都是精品。那几位的意思是？把我单子上这些东西给我备齐就行，年份什么的不重要。年份不重要，那什么重要？一共50两银子，25两。夫人，哪有这么讲价的？直接对半砍啊！4两，15两，成交。这些东西的实际年份，希望你能保密。这有什么可保密的？说它是千年万年的，得傻到什么程度才能信啊？放心放心，草民一定守口如瓶。对了，要是真按我单子上写的年份配这些药材，得花多少钱啊？万年灵芝肯定是没有，但就一颗千年老参就得20万两往上。您这10斤多少钱都买不来。哦，我懂了。你帮我把这些东西送到乐府去，把这张单子也带上。跟我父亲要200万两银票，就说是买这些东西的钱。什么？真管安远侯府要银子200万两？对啊，你还要跟我父亲说，不用多给。女儿离家多年，承蒙父亲教导，却没想到我一回京就嫁了人，不能在他跟前尽孝，心里已经很愧疚了，怎么能再多要父亲的银子呢？东西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，这是我的一片孝心，绝不多要。可是为什么让我去要啊？那你是干什么来的？不是因为你哥的事要补偿我吗？我一不要你钱，二不要你命，就让你去送个东西收个钱，怎么还不乐意了？你将来可是要一书成名的大作家，到时候你的读者、你的粉丝们知道这件事，会怎么看你？会怎么想你？而且更重要的是，一个连自己做错事都不敢承担责任的人，能写出什么好作品？
要出名的人可不能有黑点啊！殿下，您别听黎王妃的，她就是忽悠您的，她就是想借您的手讹安远侯的银子，您亲自送过去，安远侯不敢不给啊。我知道啊，我又不傻。那您怎么还上这个当啊？这不叫上当，三哥确实掐了他，他脖子到现在还红着呢，看着就疼。那也应该是三殿下补偿他，关您什么事啊？他是因为提了我才被掐的。哎呀，说了你也不懂。七嫂说的对，脑子是个好东西，我们得有一个，而且那东西是日用品，不但得有，还得用。完了，八殿下彻底被洗脑了，就这个智商，真是一天上一当，当当不一样。八殿下大驾光临，蓬荜生辉啊！快请进。安远侯不必多礼，我是替七嫂来送东西的，这是他特意给您和老夫人买的补品，千年人参、万年灵芝都是好东西。呀，斑斑这孩子太懂事了，还想着我们，真是太破费了。不破费，一共200万两银子，您结一下账就行。七嫂说了，不用多给，多少钱就是多少钱，这是她的一片孝心。多少？200万两？这什么人参灵芝能值200万两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七嫂说值就值。安远侯，您看这银子，这分明是来讹我的。好，小李，去账房取200万两银票来。那安远侯，我就先回去了，七嫂还等着我交差呢。你疯了！居然给了岳斑斑200万两，你是钱多的没地方花了吗？我能怎么办？八皇子亲自上门要的，我敢不给吗？八皇子，我看是你跟他联手骗我，你老实交代，是不是偷偷派人教了他10几年？不然她一个在乡下长大的丫头，怎么可能这么厉害？不但写得一手好字，还敢联合八皇子骗这么多银子？不对，岳斑斑哪有这么大的胆子，还能联手八皇子？这根本不可能，除非是你跟他早就串通好了，你们父女俩联手，想把岳府的钱一笔一笔转移出去，是不是？天哪！如果真是这样，那我这么多年守着的家产，最后岂不是都要落到岳斑斑手里？王妃啊，不是老奴说你，叶贵妃是什么人啊？在宫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，城府深不见底，你胆子也太大了，居然敢跑到兰台宫去骗她的钱。我没骗，我的花果茶本来就好，叶贵妃自己觉得值那么多钱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叶贵妃为什么觉得值？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你跟人家说那花果茶能延更10年，延更是什么意思？殿下懂吗？就是本王懂。它本来就能延更10年，不信你活10年看看，活久见。合着没有这事儿，我还活不了10年了是吧？不过话说回来，也算是因祸得福，府上的外债总算是平了。这骗来的银子，不但能还清所有旧账，还能剩下一大半，咱们也算是赚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想让我用我赚的钱去还黎王府以前的烂账？凭什么？那些债是我没嫁进来之前欠的，你们自己管不好家里的账，现在居然想让我一个小姑娘给你们擦屁股，你好意思吗？你身为黎王府的总管太监，整出这么多烂摊子，难道一点责任都没有吗？不要总拿殿下病着当借口。你就算管不了，难道不会跟皇上皇后说吗？就由着那些人做假账，把黎王府掏空。现在还想打我的主意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傻？我不必说了，德全，你先下去吧。是殿下。你站那么远做甚？走近一些，我还能吃了你不成？再近一些。现在知道怕了，在兰台宫胡说八道赖着不走的时候，怎么不知道害怕呢？我没有胡说八道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就算是真的，你可知跟叶贵妃做这种交易，一个不小心就是掉脑袋的罪过。不会的，叶贵妃最要面子，非要维持那副端庄和蔼的样子。而且我做事有分寸，不会真的触碰到她的底线。只要你一直病着，她最多觉得我是个贪财的小丫头，不会真把我怎么样的。
那三皇子呢？他掐你脖子的时候，你也不怕？过来。你还生气吗？你先过来。真的怕了？不是怕宫里那些人，是怕你一直生气。哼，你还会怕我生气？打从你进了这座王府，我看你天不怕地不怕。倒也不是谁都不怕的。你要是生气了，不让我在里间睡怎么办？不让我吃好吃的怎么办？这府里就你一个能跟我说话的人，你要是不理我了，我多无聊啊！我看你在外面挺能折腾的，可以进宫找叶贵妃唠嗑，找父皇喝酒，怎么会无聊？那不是没办法吗？我其实最不爱出门了，能躺着绝对不坐着。刚刚跟德全说的也是气话，那些赚来的银子，该还债还是要还的，毕竟无债一身轻嘛。那些债不用你还，那些债就算不还，也没有人敢上离王府来要。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你哪来的胆子，敢一个人跑到兰台宫住一晚上？你真以为叶贵妃是那么好糊弄的？我真没觉得有多危险啊，大家都是亲戚，就当串个门嘛。再说我有自保的本事，他要是真想害我，我保证在他害死我之前，先把他给弄死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，坏人先死我后死。你不是一直说最大的愿望就是在这王府里混吃等死吗？怎么现在突然这么积极，到处去赚钱？贫穷使人进步。哦，这么说是嫌本王穷，怕本王养不起你？不是，我就是看不惯别人偷咱们家的钱。别生气了好不好？我保证就这一次，以后再也不进宫了。我也是试探过的，如果叶贵妃真的很精明，我肯定就收手了。但是她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。我不是生你的气，是怕你出事。万一有个闪失，我怎么办？不疼了，当时有点疼，现在早就没事了。回头我涂点药膏，明天一早就消了。你真的不用担心我。他掐我脖子的时候，我手里早就夹好银针了。他再敢用力，我就扎得他半身不遂。我知道你有本事，可我还是会担心。以后别再这么冒险了，好不好？但凡知道你出去能惹这么多事，我宁愿把你锁在府里，哪儿都不让你去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我真的可以哪儿都不用去了？太好了，江彦策，你一定要记住你说的话，以后谁再让我出府办事，你就帮我挡回去。那你不生气了好不好？我发誓，以后绝对乖乖听话，再也不闯祸了。说到做到，一定做到。说话不算数是小狗。其实，在你嫁过来之前，我从来不在乎这些。府里有没有钱，欠了多少债，我都无所谓。反正我一个病秧子，说不定哪天就死了，这些东西跟我也没什么关系。这些年，我身边总是冷冷清清的，除了德全，就再也没有别人了。府里的下人都觉得我这屋子晦气，怕被我的病气过到，就算不得不进来，也是匆匆来匆匆走。不过我也不喜欢他们来，一个人躺着也挺好，说不定一觉睡下去，就再也不用醒了。像我这样的人，是生是死，根本没有人会真正在意。不许胡说，怎么会没有人在意？瑾妃娘娘在意，德全在意，我也在意啊。是啊，现在有你了。好了，时辰不早了，你熬了一天一夜，肯定累坏了。早些休息吧。他们以前欺负你，我都替你欺负回来。你长得这么好看，早晚把你这个瓜扭下来啃2口。好，都给你啃。这是贵妃娘娘送来的押金礼，还有1000万两买断费。姑娘快请坐，喝盏茶再走嘛。我们王妃马上就出来了。不了不了，宫中还有急事，奴婢放下东西就走。防火防盗防离王妃，这可是贵妃娘娘亲口嘱咐的生存准则。姑娘今日怎么穿得这么朴素？往常来咱们府里的宫女，哪个不是穿金戴银的？来得匆忙，没来得及打扮。我敢穿金戴银吗？叶贵妃娘娘那么精明的人，都被坑了1000万两黄金，我这点家底还不够离王妃塞牙缝的。好
悬好悬，差点就被他盯上了。跑得老快了，一听说您要来，撒丫子就跑，撵都撵不上。跑就跑吧，东西留下就行。你看看你这样子，跟个山大王抢了压寨夫人似的，口水都流出来了。你做个人吧。齐殿下真经不起你这么折腾。我自己的男人还不让我说了算？不是你上次说他身子不好吗？他总有一天会好的。能从叶贵妃手里坑来1000万两黄金，还让叶贵妃吓得派人送东西，都不敢多待。这可是咱们东福国头一份儿啊！以前咱们真是瞎了眼，居然想拿捏他，简直糊涂透顶。现在想想，能跟着王妃混，简直是烧高香了。老姐姐，听说王妃从小是您带大的，您可真厉害，能把王妃培养得这么出色，以后我们可得多跟您学学。是啊，老姐姐，以后还指望您多多提携呢。这点小意思，您别嫌弃。老姐姐拿着，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我们俩。哎呀，这怎么好意思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不是我跟你们多要东西啊，就是我有点好奇，你们跟着叶贵妃这么多年，怎么还用银首饰啊？贵妃娘娘给的月钱不多吗？别提了，1个月才2两银子，有时候还拖欠不给。这么少？我如今都涨到1个月5两了。不对啊，离王府的账面上给你们的月钱是1个月20两。怎么可能？我们每个月只能拿到2两，有的时候连2两都没有。没办法，我们的身契在人家手里，只能任人拿捏。那另外的18两肯定是被人私吞了，叶贵妃也不差这点银子。不过要是府里人人都这样，那可就不是小数目了。我们辛辛苦苦干了这么多年，原来大半的月钱都被人贪了。我的钱必须自己收着，谁也别想打主意。王妃，刚才岳府派人来了，说请您回府一趟。是不是昨天买补品讹他们200万两的事儿穿帮了？要去吗？去，他们都派人来请了，不去好像显得我怕了他们似的。他们会不会是想把昨天那200万两银票要回去？那不是他们给八殿下的吗？八殿下都花完了。八殿下怎么花完了？他不是转身就给你送来了吗？对啊，就是搁我这花了呀。我陪你去。不用不用，真的不用，我自己能行。岳斑斑，你把手撒开！光天化日之下，拉拉扯扯，成何体统？我一直是撒开的呀，可是你家殿下非要牵着我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完了，自家房子塌了，我还巴巴的说别人呢。安卓成婚第3日，本该随你一同回门，当时我身体不好耽搁了，现在至少能走能坐了。你进宫胡闹，有母后替你撑腰，可岳府不一样，我实在不放心你一个人去。殿下，您真别去了，外头风凉，岳府人心更凉。再说王妃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她可能吃亏吗？就是因为知道她不可能吃亏，所以才要跟着。她都不会吃亏，您到底担心什么？我担心她把岳景荣给坑死。这个担心好像非常有道理。那行吧，一起去也好有个照应。我们一共6个人，去岳府吃一顿，离王府又能省6个人的饭钱，太划算了。齐殿下驾到！齐殿下大驾光临，臣有失远迎，恕罪恕罪。快请进，快请进。父亲，最近日子过得好吗？大夫人有没有因为200万两的事打你啊？你把嘴给我闭上！好，父亲不让我说，我就什么都不说。反正那些事你知我知，本就不该让更多人知道。女儿已经不能在父亲跟前尽孝了，怎么还能给父亲添麻烦呢？父亲慢些走，小心台阶。岳斑斑，你又在胡扯什么？侯爷，是您请我们王妃回府的，王妃好心好意跟您说话，还扶着您，您怎么能这么粗鲁？我们王妃金贵着呢。就是，皇上和皇后娘娘都舍不得碰她1根手指头，岂容您这么推来推去的？侯爷是不是觉得自己的地位比皇上和皇后娘娘还高啊？你们别这样说我父亲。我父亲养这一大家子容易吗？看看府上他们一个个穿金戴银的，哪样不是吸我父亲的血？
父亲都老了，血都被他们吸饱了，你们不心疼，我还心疼呢。忍耐，一定要忍耐，不能在七殿下面前失态。幸好我来了，不然岳斑斑今天真的要被他气出个好歹来。斑斑，过来。不用泡太好的茶，我不挑，也不用拿点心和果子。这个季节弄点果子不容易，都留给我父亲吃吧。一会儿吃完饭，我亲自包果子给父亲吃，好好孝敬孝敬他。老爷，这岳斑斑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啊，我没有想干什么。父亲，你是不是忘了？不是你们派人叫我来的吗？我还想问你们想要干什么呢？我想干什么？我想好好教训教训这个无法无天的丫头。斑斑难得回家一趟，走，我带你去见见老夫人。老夫人最近病了，都是因为想你想的，天天念叨你，一下子就病倒了。好啊，那我随大夫人去看看祖母。你应该管她叫母亲。呀，多谢父亲提醒，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呢？我离家多年，一回来就嫁了人，都没来得及给我母亲上炷香。正好今日七殿下也来了，我带着七殿下一起去，也好让我母亲看看她的女婿。殿下，咱们一起去祭拜我母亲好不好？好。父亲真好，这么多年了还没忘了我母亲。要不怎么说还得是原配呢？父亲与我母亲的婚事是皇上亲赐的，我一直都知道我母亲在父亲心里的分量比任何人都重。岳家的祠堂里也永远都有她的位置。当年在安怀教我读书写字的先生也是这么说的，他还说如果不是父亲深爱着我母亲，也不会偷偷派人去乡下教导我，不让我受委屈。男人的嘴，骗人的鬼。去祭拜一下岳母大人吧，这是本王应该做的。好，微臣这就带您过去。你们去吧，我就不去了。老夫人那边我不太放心，知道班帆回来了，她肯定惦记着，我得去看看她。是不是我做错了？是不是我不该提去祭拜母亲的事，惹大夫人不高兴了？都怪我，都怪我不懂事。父亲，对不起，让您为难了。要不咱们还是别去了吧？哼，有什么可为难的？南言，看老夫人不急于一时，你也跟着一起去祠堂。是。大夫人，您可别这样啊！这种被男人说两句就红眼圈的样子，是妾室才有的做派。您可是大夫人，要大气一点。我也是好心提醒您，您别记恨我，我都是为了父亲好。多谢斑斑提醒，我知道了。母亲，您放心吧，女儿现在过得很好，嫁给了七殿下，殿下对我可好了，父亲也对我很好。这些年虽然我在乡下，但一点苦头都没吃着，父亲偷偷派了好多人去照顾我，教我读书写字、医术武功，还给我送了好多银子和好吃的。这些事父亲都是瞒着岳父所有人做的，他怕别人欺负我。母亲，您可千万别怪父亲，他现在也挺难的，家里这么多人要养，还要偷偷给我塞钱，太不容易了。哼，克天克地的灾星，不过是个冲喜的王妃，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。岳斑斑，你算个什么狗东西，敢在这儿胡言乱语！大哥，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能是东西呢？我是父亲的孩子，你也是父亲的孩子。如果我是狗东西，那你不也是狗东西吗？可是人怎么能生出狗来呢？所以大哥，你这是在骂父亲是狗啊！大哥，你怎么能这样？父亲养大你多不容易啊！虽然你是庶子，但父亲从来没有亏待过你，把你当成岳家的继承人培养。可你非但不知感恩，居然还骂父亲是狗！你信口雌黄，有本事别耍嘴皮子！当然了，谁耀武扬风能靠嘴啊？在离王府过得好吗？那个摊子是不是要死了？吓死我了！大哥，你怎么能这样？那可是我们的父亲啊！他就算再不好，你也不能一言不合就揭他的短啊！你是做小辈的，就算你知道父亲身体不行，你也不能当众说出来啊！大哥，这不是你该说的话，你得给父亲留脸面啊！我没有，我没说，
父亲，是他瞎编的。逆子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都跟他说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说过。景荣，你要相信我。哼，相信你？相信你什么？你教出来的好儿子。父亲不生气，不生气。真有病也不怕，咱们请大夫好好治就行了。再不济，不是还有冲洗这一步呢吗？到时候父亲再娶一位正妻入府冲洗，病一冲就好了。您看七殿下，那时候都病危了，这不也被我冲精神了吗？就是要委屈大夫人再做回妾室了，因为冲洗进来的新夫人肯定是要做正室的，不然也不算冲洗。不过您放心，父亲人品好，念旧，就算有了新夫人，也不会冷落您的。不过你们也用不着谢我，我知道我出的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主意，我也是岳家的孩子，主打的就是一个贴心。你给我闭嘴！敢动我家王妃，当我们是死人啊！好嗨哟！二妹妹，求求你不要再闹了，你就放过我们家吧。有什么事你冲着我来，不要再为难父亲和母亲了。行啊，那给父亲娶位新夫人的事就交给你了。我是嫁出去的女儿，泼出去的水，娘家的事我也不好多插嘴。你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，我没意见。够了，都给我闭嘴！岳斑斑，你跟我来，为父有话要单独对你说。好啊，我跟父亲去。确实有些话不好当着外人的面说，我都明白。走吧，父亲，有些悄悄话只适合我们父女俩说。母亲，您一定要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说过那样的话，都是岳斑斑那个贱人陷害我。我知道，娘相信你，不怪你。你的意思是怪本王的王妃？没有，殿下误会了，臣妇绝没有那个意思。知道自己是臣妇就好，还真怕安远侯夫人忘了自己的身份。不管岳斑斑从前在岳家是什么身份，现在她是离王府的正妃娘娘。按理你们见着她是要行跪礼的。还有，今日你儿子当众殴打离王府王妃，这笔账你们打怎么算？好家伙，堂堂侯府当家主母，说哭就哭，这不是妾室才有的做派吗？不知道啊，当年她还是个妾的时候就爱哭，动不动就扯着侯爷的袖子红眼圈。没想到16年过去了，一点长进都没有。难怪王妃说她真是一点大夫人的样子都没有。你个不争气的东西，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蠢货？人家说什么你就信什么，你长没长脑子啊？一个大男人跟人家姑娘家吵什么架？哼，还被挠成这副德行，你丢不丢人？我告诉你，以后再敢跟岳斑斑说话，看我不打断你的腿！那个岳大小姐，你看这事儿闹的，要不咱们先回钱塘坐着？总在这祠堂院子里待着，也不是回事儿啊。二妹妹脾气不太好，殿下跟她在一起生活一定很辛苦吧？唉，都怪我，她从小在乡下长大，殿下不要生她的气。如果她有照顾的不好的地方，殿下就告诉我，我替她来做。本王的王妃好不好，关你什么事？本王与她在一起生活辛不辛苦，又关你什么事？没有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担心殿下。此番本王跟着她一起来到岳府，就是来给她撑腰的，既不是来探望岳家人，也不是来主持什么公道，希望你们能够明白。对了，你是岳家的几小姐？抱歉，你们岳家的姑娘除了斑斑，其他几位长得都差不多，本王实在分不清楚。我是大小姐，我叫岳千舞。哦，大小姐啊，那本王想起来了，方才那位妾室扶正的大夫人是你的母亲吧？听闻当年岳家当家主母仙逝，岳景荣将一位妾室抬上7位，连带着妾生的庶女也成了嫡女，就是你吧？还有刚才那位出言不逊的大少爷，是你的哥哥吧？你们一家人还真是……
这种先红脸再红眼，最后扭头就跑的毛病，岳家是有遗传吗？也不是，我们家二小姐就没有这毛病。那就是只有他俩有这毛病了，这就很明显了，遗传的是大夫人。岳斑斑，最后问你一次，你的本事到底是跟谁学的？你背后的人是谁？都说了是自学成才，你怎么就不信呢？难不成你还真以为自己偷偷派人教过我？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你还敢嘴硬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你不说实话，就别想活着离开这里。怎么，父亲这是想把我推下去淹死？虎毒还不食子呢，你居然想杀我，就不怕我母亲夜里来找你算账吗？乔淑琴早就死了16年了，她就算变成鬼，也奈何不了我。今天我就替岳家清理门户，除掉你这个祸害！哎呀，好险好险！父亲你也太狠了吧，居然真的想杀我！救命！救命啊！岳斑斑，快拉我上去！你不是会游泳吗？怎么还喊救命啊？刚才你不是还说会游泳就淹不死吗？我腿抽筋了，快拉我上去，不然我饶不了你！我要是拉你上来，你回头再把我推下去怎么办？父亲，你慢慢游啊，别急，反正这池塘里也没什么吃人的东西，最多就是有几条马红喜欢钻到人肉里吸血。哦，对了，听说还有人在这池塘里看见过水蛇呢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你这个孽女，我可是你父亲！你刚才想杀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起来我是你女儿？王妃，王妃您在哪儿啊？父亲，你怎么掉下去了？快来人啊！安远侯掉进池塘里了！老爷，老爷你怎么了？快下救老爷！都怪我不好。父亲刚才跟我说，因为大哥当众说他觉得太羞愧了，以后在大夫人面前抬不起头，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。我还没来得及劝他，他就一头扎进池塘里了。佳人子，你疯了！你身体不好，快上来！我想救救岳父大人，可是我身子太弱了，没把他救上来，自己反而掉进水里了。你吓死我了！快上来，快上来，上来！快下去2个水性好的，把老爷捞上来！老爷要是有个3长2短，这个家就散了。先给我们齐殿下请大夫，我们殿下金贵着呢。要是有个3长2短，你们10个脑袋都不够砍。真的是自己跳下去的，没呛着吧？真的，放心，我没事，就是水有点凉。多谢爱妃关怀，看到你这么紧张，本王很高兴。皮肤挺好的。先扶七殿下去暖房换衣裳，再让下人熬2碗浓浓的姜汤。七殿下要是死在你们岳家，你们可就都完了。是，我这就安排送七殿下回去。回哪儿去？大夫人，有句话你听没听说过，叫请神容易送神难。今日是你们岳父请我们过来的，现在出了事却想赶我们走，怎么可能？眼下父亲和七殿下全都生死不明，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我看还是得上报朝廷，请父皇母后为父亲和七殿下做主。那父亲那方面的事也要捅到皇上跟前去了吗？七殿下，你一定要挺住啊！老臣这就给您诊脉，你要是有个3长2短，老臣也活不成了。你快进宫去见母后，就说七殿下在安远侯府落水，现在性命垂危，让母后赶紧派最好的太医来，再带些千年人参、万年灵芝过来救命。好，王妃放心，老奴这就去。别去，老姐妹不能去啊！再让大夫给好好看看。七殿下吉人自有天相，千万别惊动皇后娘娘，不然我们岳家就完了。就算好起来，肯定要落下病根的。殿下身子本来就弱，离王府还欠着一屁股外债，连补品都买不起。对了，祖母，我们还欠岳府100万两银子呢，回去我就张罗着把离王府卖了。我跟殿下随便租个小院子住，先把债还了要紧。啊，外债？什么时候催你们还钱了？哎呀，斑斑，说什么呢？
那都是以前的糊涂账，早就过去了。咱们是一家人，什么欠不欠的，那笔账平了，不要了。对，一家人不要这么见外，不要了，1分钱都不要了。那太好了，那就把欠条还给我们吧。口说无凭，我得拿着欠条才放心。好，我这就让人去取。行了，给七殿下开点驱寒的药就行了。七殿下最近身子还行，只要把寒气驱了，应该就能缓过来，不用太担心。是，老臣这就开方子，保证药到病除。七殿下，您怎么也落水了呀？真是吓死老身了。当时看到岳父大人掉进水里，本王怎么能见死不救呢？何况岳父大人对斑斑这么好，从小就派人偷偷教导她读书写字、医术药力，回京之后又把她嫁给了本王。岳父大人对本王、对斑斑都是有大恩的呀，本王永远都念着他的好。原来七殿下是为了救侯爷才落的水，七殿下真是重情重义呀！老奴是岳府的老人，深知岳家的为人。岳家跟七殿下一样，都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人。今日要是没有七殿下，侯爷的命可就没了。这份救命之恩，岳家一定要记一辈子，好好报答才是。是，奶娘说的是，七殿下大恩大德，岳家没齿难忘，一定会好好报答的。那就太好了，救命之恩当用一生来回报嘛。以后岳家就是我们离王府最坚实的后盾了，对吧，祖母？对吧，大夫人？我去看看景荣怎么样了。大夫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呛着肺了？老夫人放心，侯爷没有呛到肺，就是老夫听说侯爷落水轻生，是因为那方面出了些问题，被当众戳穿，颜面尽失，才觉得生无可望。不如老夫顺便给侯爷看看。这事儿已经够丢人了，你能不能不要再提了？大夫，您别胡说，侯爷他身子好得很，没有的事。怎么会是胡说呢？方才老臣给侯爷诊脉，发现侯爷确实有严重的阳虚之症，而且病程已久，怕是很难根治啊。这种私密的事居然往外说，还说给自己的儿子听，现在好了，全京城都知道了，你让我儿子以后怎么见人？老夫人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说。斑斑，怎么回事？他真的有病？原本没有，刚才他想推我的时候，我趁机用针扎了他几下。放心，是治不好的那种。调皮。谁让他想杀我？这是他应得的报应。要不然还是试试冲喜吧，再娶一位年轻漂亮的夫人进来，说不定病一冲就好了。上次七殿下就是被我冲好的，特别灵。你给我滚！你给我滚出去！景荣啊，可不能说这样的话。此番要不是七殿下拉了你一把，你早就没命了。他是你的救命恩人啊，你得给七殿下几分面子，不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落下个恩将仇报的恶名。你说什么？七殿下救了我，他是我的救命恩人？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，是岳斑斑害我掉下去的。他父亲，您怎么能这么说我呢？刚才您跳下去的时候，我都快吓死了。要不是七殿下奋不顾身跳下去救您，您现在早就……岳父大人，你怎么能这样？斑斑也是担心你，你怎么能这么说他？父亲，您一定要记着七殿下的恩情啊！七殿下病成那样，还奋不顾身跳下去救您，您可不能辜负了他的舍命抢救。侯爷，您这个情况不如试试施针治疗，治个1年半载的，说不定还有好转的希望。实在不行，再放弃也不迟。本侯怎么了？不就是呛了几口水吗？呛水都是小事，关键是您落水的原因啊！您这阳虚之症确实挺严重的。儿啊，有病咱不用怕，咱们好好治就是了。府上又不是没钱，你放心，母亲就是砸锅卖铁也一定把你给治好。洪财那个不成器的东西指望不上，等你好了再给府上添几个嫡子，就算治不好也不怕。那个冲米的主意也不是没用。你看七殿下冲洗之前都快不行了，现在看起来比你还精神呢。要不母亲再给你物色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？本来没想死，这会儿真有点想死了。本侯真的病了？千真万确，阳虚。我真的是自己跳下去的？是啊，父亲，您不记得了吗？
您当时大叫一声，我没脸活了，然后扑腾一声就跳下去了，可把我们都吓坏了。是啊，侯爷，我们都看见了。没错，就是您自己跳下去的。齐殿下为了救您，差点连命都搭上了。自闭了，谁也别理我。斑斑，怎么不吃了？是不是不合胃口？没事，我不太饿。怎么可能不饿？早膳你就没吃多少。我真的没事。我不能给父亲添麻烦，我少吃几口，省下来给别人吃。父亲养这一大家子不容易，我已经给父亲添了好多麻烦了。又来了，他又要搞事情了。哎呀，斑斑，说什么傻话呢？家里有的是吃的，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，跟家里人客气什么？斑斑，你在安怀这么多年，都学了些什么呀？看你写字那么好，肯定还有别的本事吧？确实学了挺多的，写字、弹琴、下棋、画画，还有医术，都有先生教我。他们还时不时跟我说京城大姐姐的课业进度，让我千万不能落下。父亲说了，我是岳家的嫡女，无论如何都要成为家里最出挑的，不然他脸上无光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老爷心里还是惦记着先夫人的，这也是人之常情嘛。毕竟是发妻，还是皇上亲赐的婚，终究跟别人是不一样的。斑斑有出息，这是好事，总比什么都不会出去给我们安远侯府丢脸强。哼，倒是千唤，他的课业也得再抓一抓了。京城里养大的姑娘，要是比不过乡下回来的，那可就闹笑话了。是，母亲说的是，儿媳回去一定好好督促千舞。哎呦，我的宝贝女儿，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不过就是流点血而已，大姐姐至于这么娇气吗？再说了，你流的那都是我的血，我还没哭呢，你哭什么呀？哦，本王倒是听说，当年岳家放了斑斑半年的血，后来之所以接斑斑回京，也是因为住在京城里取血方便，是吗？都是误会，都是误会。当年是被江湖郎中骗了，我们也是受害者呀。哦，既然是被骗了，那我们斑斑的血就是白放的。可怜我们斑斑从小在乡下吃不好穿不暖，又被白放了半年的血，差点连命都没了。安远侯总不能一句被人骗了就算完吧？这事儿回头本王得跟父皇母后提一提。父皇母后最是心疼斑斑，知道了这件事，一定会赏赐很多补养品，说不定还会再拨些银子下来，给斑斑好好补补身子。这哪里是要跟皇上皇后提，这是明摆着跟我要补偿啊！这件事确实是我们的错，我们自然会给斑斑补偿。一次1万两银子，一共取了6次，6万两，你看可以吗？那我1个月给你1万两，月月取你的血，你看可以吗？二妹妹，你不要得寸进尺，你是什么身份？怎么能跟父亲比？什么意思？我们离王府的娘娘还比不过你们安远侯了？王府还不如侯府了？照你这么说，皇家还不如你们岳家了？8万两，不能再多了。堂堂王府的血就值8万两，10万两，10万两总行了吧？父亲，您就给个一步到位的价吧。这么讲来讲去的，多没意思啊！耽误大家吃饭。15万，这是底线了，再多1分都没有。这样吧，我也不多要，一共放了我6次血，一次10万，那就是60万。我再收你40万的营养费，凑个整100万两。父亲要是觉得行，就把银票给我；要是觉得不行，那这笔钱我就去跟父皇母后要，相信他们一定会为我做主的。不能给，太多了。本王觉得还是低了，毕竟斑斑差点因为失血过多丢了性命，这点钱连买只好人参都不够。就100万，斑斑说100万就是100万，我这就让人去取。谢谢父亲，父亲真好。这绝对是岳景真和岳斑斑联手设的局，借着赔偿的名义转移岳家的财产。怎么办啊？他怎么还不走？不会是想在咱们家住下吧？请神容易送神难，不再出点血，他是不可能走的。还要出？再出咱们家就真的空了。岳景七龙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非要把家底都掏空给他才甘心？你满足了你最喜欢的女儿，
可千户呢？你就一点都不给他留吗？我最喜欢的女儿从来都是千户，你不要胡说八道。我胡说八道？那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给他钱？400万两啊！你当这是大风刮来的吗？岳府都要被他掏空了。你们看王妃今儿穿的这套衣裳好看吧？这是叶贵妃娘娘亲自送的。贵妃娘娘可疼我们王妃了，知道王妃出嫁时娘家一件新衣裳都没给带，赶紧就从宫里给王妃置办了10几套。可不是嘛，皇后娘娘也给了不少，还有瑾妃娘娘那头面首饰都是整套整套的往离王府送。没办法，谁让咱家王妃命苦呢？娘家不给带，那不就得婆家给添置吗？唉，说起来就心酸。王妃出嫁的时候，嫁妆箱子都是空的，也不知道安远侯府是怎么想的，这不是打皇家的脸吗？就是，要是传出去，别人还以为我们离王府欺负新媳妇儿呢。补，把嫁妆都补齐了，今日就当我再送女儿出一次门。我岳景荣的女儿嫁进皇家，必须风风光光的，不能让人看了笑话。我的家底啊，我的棺材本啊！唉，终于把这2个瘟神送走了。天知道我这一天经历了什么。他们要是再不走，整个安远侯府都要被搬空了。